台湾 F-16V 战机坠毁事件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三大疑点又说明了什么？ F-16V 真的是台当局对抗大陆的利器吗？近日，台湾的一架机号6650的 F-16V 战斗机在水西靶场训练时发生了大角度坠海并失联，这一幕刚好被拍下记录下来，这也成为台湾 F-16V 战斗机的2022年首摔。而此时，距离台军 F-16V 战斗机到美国进行升级仅过了2个多月。根据台媒发布的最新报道，在事故发生后，台湾搜救部门立马出动，但截至13号依旧没搜寻到飞行员。而 F-16V 战斗机由于在空中解体，赶到时找到了不少残片，包括飞机的黑匣子。F-16的事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，因为被当局视为是对抗大陆的王牌武器，发生如此重大的事故确实让人惊讶。而在事故发生后，外媒报道中，事故的原因并非飞机本身的问题，飞行员要为此次事故负责。有专家称 F-16V 的事故明显就是飞行员水平不行，俯冲改出太晚，结果插海里了。据台媒的报道，该飞行员总飞行时长不超过321小时，其中在 F-16上仅飞了62个小时，而且这还是在2年间累积的，足见其训练时间严重不足。而对比一下的话，解放军的战斗机飞行员普遍性的年飞行时长都在180小时以上，是这名台军飞行员的6倍。因此，在事故发生时，由于飞行员经验不足，高速俯冲造成飞行员恐慌、肌肉痉挛，导致拉杆太晚，导致坠海。而另一种可能是在进入俯冲时，由于动作太大，导致极限过载，而飞行时数少，又导致菜鸟抗过载能力差，直接在俯冲之中晕厥，导致未能及时改平而坠海。而相比之下，美军飞行员的经验则明显更丰富，虽然同样也会犯错误，操纵失误导致坠机，但美国飞行员一言不合就弹射，因此发生事故后，美国飞行员的死亡率并不高。不过，另有军事专家提到，通常飞行员在做很多空战动作时，需要承受非常大的肌力，万一没有做好，换气次数跟不上脚步就完蛋了，可能身体会受不了。所以在初期的准备工作，换气跟节奏一定要很正常。如果自己没有调整好，而在硬飞的过程中，就会上气不接下气，可能就会昏厥，也就是高肌力昏迷。但是有一个疑点，飞行员在做大角度俯冲投射的动作时，记忆力并不大。记忆力可能是2个 G 到4个 G 而已。通常战斗机飞行员在空中飞行时也随时都要忍，比如做转弯时要抗记忆力。因此，在一个并不大的难度上出现昏迷，似乎有些说不通。另外一个疑点就是 F-16本身就有一个自动防撞的警告系统，当遇到高 G 状态的时候，警告系统会给一个荧幕显示，并且在抬头显示器画个大叉，还会发出语音警报。因此，如果飞行员是个新人的话，面对警告必然要更谨慎，不能冒险才对。而除了这位专家提出的2大疑点，台空军少将柳千惠还透露出另一个细节，而这个细节也成为了最大的一个疑点。在事故发生前，地面中心就发现，柳千惠称，当时靶场的地面中心已经试图用无线电信号来呼叫飞行员，因为飞机已经超过最低高度，地面中心需要做出提醒，但是飞行员始终没有回应。也经过调查发现，飞行员没回应并非是已经昏迷，而是由于飞机上机载无线电没有收到呼叫，其原因可能是无线电麦克风被飞行员压住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没昏迷的飞行员又是如何压住麦克风？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架 F-16V 战斗机虽然是新升级的战机，但机体年龄已经有23年了。台当局斥巨资为这些老式 F-16战斗机进行了升级，但升级效果如何一直被外界质疑。如今的坠机事故更加深了这种质疑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就在几天前，台空军还对 F-16V 战斗机进行了大象漫步展示。而在报道中，台媒透露，台空军 F-16V 升级完成后不久，就与解放军的歼16战斗机进行了正面交手。台媒称，当时解放军歼16战机正在巡视台海，而台空军派出 F-16V 前去拦截。不过具体细节倒是没有过多透露。但毫无疑问，台当局是相当看好 F-16V 战斗机，将其视为对抗大陆的利器。那么，台当局的 F-16V 战斗机在台经历了怎样的发展？这真的就能够成为对抗大陆的利器吗？ F-16V 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F-16家族最新改进型，不但安装 AESA 主动相位阵列雷达，并且配备新的任务电脑与改良的座舱界面。
洛克希德马丁业务发展部门副总裁什坦里吉表示 ，F-16V 的作战能力相当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 F-16E， 并将成为各国正式取代第5代战斗机前的最佳过渡机种。台当局此前使用的是美国 F-16A、F-16B 战斗机，而没能买到其更强的版本。这也使得台当局的 F-16A、F-16B 战斗机随着时间的流失，台当局的这些 F-16战机开始变得老旧，甚至已经不能应付时代的需要。里面有些战机甚至都使用了30年，也都变得十分老旧。因此，这就促使台当局想要对这批 F-16战机进行升级换代，以便可以更好应付时代的需要。加上大陆歼20的迅速发展，这也在无形中给了台当局巨大的压力，也坚定了台当局想要对 F-16进行升级的决心。随后，台当局经过不懈的努力，便与美国协商，对 F-16战机进行升级改造。其中首先进行的就是机体改造。通过对机体的改造，这就使得被改造的 F-16战机的对抗机体得到了升级，并且也大大延长了 F-16的机体寿命，延长它的服役时间。随后便对其的发动机进行更换，且是在原有体型基本不变的情况下，给 F-16更换性能更优良的发动机。这就使得 F-16获得推力更大的发动机，并使得 F-16的空重有所提升，使得其的机动能力上升，将具有更大的动力，发挥更大的作用。此后还对 F-16战机的航电进行升级。由于台当局此前的 F-16战机使用的还是老式 APG-66， 此次就对其进行更换升级，换装上了 APG-83， 这性能将要比 APG-66 好上一个档次。因此对 F-16进行航电升级，这也将为其的雷达、座舱显示器、计算机的运行带来更大的作用。因此在航电方面， F-16V 战斗机的能力相比以前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了。最后是对武器系统的改进，并且在此次将 F-16升级为 F-16V， 同时也升级了 F-16的武器挂架，使其拥有挂载新型武器和吊舱的能力，这就极大增强了 F-16V 的战斗力，并且有着重要的作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升级过的 F-16战斗机是在 F-16CD 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，安装了相控阵雷达，升级了座舱和计算机系统，更换了发动机，可以算得上是一款3代半战机。有专家说，基本和大陆的歼10B 性能差不多，是一款性能非常优秀的3代半战机。因此在台当局完成对 F-16的升级后，对 F-16V 感到较为满意，并且投了600亿美元，一口气从美国买了66架 F-16V 战斗机，以此来满足本国空中的需要，也想以此来震慑大陆，并且将其称为是可以与大陆空军对抗的战机。此前大陆加强对东部战区的战略部署，这也使得大陆可以更好地观察台当局的形势，并且可以发现任何风吹草动之后，可以以最快的时间予以应对，并且能够完全掌握好台海的形势。